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是当之无愧的反法西斯主力，可以说几乎凭借一己之力扛住了轴心国中实力最强的德国全部压力，甚至凭借着自己的力量一路反攻到柏林。相比于苏联做出的巨大贡献，标志着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诺曼底登陆也只能说是捡了一个漏而已。但是如果苏联当时输掉了苏德战争，那么德国有没有可能统一整个欧洲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的前期，德国的气焰可谓是无比嚣张，几乎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在正面战场上击败德国军队。1940年5月10日，德军绕过马奇诺防线，发动了对法国、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的闪电战。德军以136个师和3000多辆坦克的兵力，迅速突破了英法联军的防线。德军的快速推进使得北部的40万英法联军被包围在法国北部的佛兰德地区，他们被压缩到敦刻尔克及其周边地区，等待着来自英国本土的救援。这就是著名的敦刻尔克大撤退。1940年5月24日，当德军距离敦刻尔克仅10公里时，希特勒下达了停止前进的命令。他的这一命令至今仍存在争议。有观点认为，当时希特勒希望英国在不遭受重大羞辱的情况下接受和平谈判，而不是对其全面摧毁。面对强大的德军，西欧唯一的反抗力量英国只能将自己的战线缩减到自己的本土岛屿。此时的西欧大陆几乎全部被德军控制。1941年6月，德国对苏联发动巴巴罗萨行动，标志着苏德战争的全面爆发。面对德国的闪电战，苏军在战争初期遭受重创。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多次呼吁盟军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以减轻东线战场的压力。然而，当时由于美国尚未参战，英国无力在西线组织大规模登陆作战。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由此正式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开始，美军的主要战场是在太平洋战区，经历了诸多二战著名的战役，包括中途岛战役、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硫磺岛战役等。之后，美英开始共同规划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1944年6月6日凌晨，盟军集结的300万军队在诺曼底海滩展开大规模登陆，同时空降部队在德军后方进行突袭，成功开辟了欧洲第二战场。这就是著名的诺曼底登陆，标志着盟军在欧洲大陆的反攻正式开始，同时也极大地减轻了东线苏联战场的压力。而此时，距离1941年6月德国对苏联发动的入侵已有3年的时间。至今，都有很多历史学家认为，其实二战时期欧洲的主战场是在苏联，其投入的战争资源远超英美联军。这次大战，苏联的总死亡人数约为2500万人，其中平民死亡人数大约就在1400万至2000万之间，是其他盟国平民死亡人数的数千倍。苏联的军队牵制住了数百万精锐德军，使得德军在西线兵力十分空虚，导致英美联军才能够成功偷袭。如果没有苏军在正面战场牵制德军，英美联军绝无可能顺利地展开诺曼底登陆，甚至就连英国本土都有可
可能会被德国登陆入侵。在希特勒的扩张计划中，其实东方计划才是重中之重。所谓的东方计划，也就是征服苏联，获得阳光下的土地，而优先击败法国，其实仅仅只是通往最终目标的一个手段而已。有历史学家认为，德国对于英国的敌意其实并没有那么强烈，希特勒甚至愿意和英国停战或者结盟。他本人也非常清楚，德国没有足够的海军实力去应付英国的皇家海军，即便强行推进海事计划，最终的结果也极有可能是两败俱伤。海事计划是纳粹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制定的一项入侵英国的作战计划。该计划旨在通过登陆作战全面征服英国，以消除其在西欧的最后抵抗力量。但该计划面临巨大的挑战和诸多实际困难。第一，空中优势难以实现。事实表明，德国空军在不列颠空战中未能有效地摧毁英国皇家空军，交战中自身空军也承受了重大损失。第二，海军力量不足，德国海军实力相对薄弱，无法与强大的英国皇家海军抗衡，无法掌握海上作战的绝对优势。第三，后勤与气候原因，德国缺乏足够的登陆艇和运输船只，后勤供给有可能出现问题，并且英吉利海峡的气候条件较为复杂，登陆英国作战有很大的后顾之忧。有历史学家表示，面对诸多不利因素，希特勒极有可能会在结束对苏战争后与英国停战，甚至不排除会给英国某些很优厚的条件。而英国单凭自己的力量也确实无法重新登陆欧洲，因此英国极有可能会和德国妥协，因为德国本来也没有真的打算征服英国。希姆莱的私人医生曾经透露，元首之所以愿意在敦刻尔克放走英法联军，其实就是为了向英国示好，取得和英国达成谅解的可能性。其实希特勒对于英国的要求只有3点：第一，德国将会承认不列颠帝国的存在，而英国也需要承认德国是欧陆最强的国家；第二，德国希望获取自己曾经的非洲殖民地；第三，德国希望和英国长期结盟。其实以上3点要求对于英国而言都不算是伤筋动骨，甚至有助于英国继续维系自己的殖民帝国。如果英国意识到战争已经没有胜利的希望，那么英国很大的可能会选择妥协。因此，如果苏联战败，德国的部队是不是就真的就会全面占领欧洲呢？当年，如果苏军战败，其实德国也不可能真正的去占领欧洲大陆，更可能的是采取一种战略控制的战略手段。当时除英国外，其他的欧洲国家基本上都或多或少的受到了德国的掌控。在欧洲，从波兰周边的全部东欧国家都成为了德国控制的辖区。包括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匈牙利以及罗马尼亚，都与纳粹德国建立了不同程度的同盟或合作关系。希腊、阿尔巴尼亚和波斯尼亚等国家则被意大利控制，塞尔维亚则成为了德国的傀儡国。法国除了东南方部分领土被傀儡政权控制，其他土地事实上也是被德国占领了。芬兰和爱尔兰本身就是亲德国家，战后很有可能将会加入德国的体系。而西班牙和葡萄牙，虽然这2个国家可能更偏向于和意大利合作，但是其仍然会加入德国的盟友体系。瑞典和瑞士名义上保持中立，但暗地里应该会偏向德国。
其他的北欧国家非常大的可能被德国傀儡化，或是直接被德国吞并。所以说，一旦苏联战败，德国很有可能通过构建某种同盟体系，在欧洲建立一个以德国为核心的联盟。哪怕像意大利这样的前盟友，因内部分裂而不希望和德国合作，其实德国也能很轻松地搞定它。例如战争末期德国对匈牙利和北意大利的行动就足以证明这一点。所以德国部队不可能占领整个欧洲，而且这样的占领也必然无法长久，因为这将面临整个欧洲的反抗。德国统治下的欧洲，每个国家都存在反抗力量，其中尤其是以法国和南斯拉夫两国的反抗势力最为强大。在这些反抗力量的持续消耗下，德国在欧洲的占领区必然将变成一个大号的战争泥潭，反而将拖累德国的扩张步伐。历史已有证明，无论你多么的强大，只要不得民心，就迟早是会被赶出这些不属于你的土地。那么大家可以试问，希特勒在整个欧洲的暴行是得民心的吗？所以希特勒击败苏联会占领整个欧洲，其实只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空想而已。